你知道吗？补钙也许能够强身健体，但也会中毒伤身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就能明白了。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啊，天天喝牛奶，炖排骨汤，吃钙片，但是摔跤后呢，照样骨折。去医院做检查，不仅骨量、骨密度没上去，反而查出了肾结石、胆结石、血管钙化。不光是老人啊，你自己想想，是不是也悄悄担心这件事呢？自己年纪也大了，走路呢越来越慢啊，万一哪一天摔一跤，是不是也会骨折呀？今天啊，刚叔就给你分析，为什么你补的钙可能白补了，甚至补出了麻烦，以及呢，防止摔跤和骨折，真正该做的是哪3件事？先说摔跤这件事啊，老年人走路不稳，容易摔跤，是因为脚跟不利索，关节不好？是，但不全是。很多人不知道啊，摔跤的根本原因之一是肌肉量减少了，医学术语呢叫肌少症。听着陌生，但道理啊很简单。这个人呀，从30-40岁开始，这个肌肉每年都在悄悄的流失。你回想一下啊，身边70-80岁的老人啊，是不是这个腿越来越细，走路越来越慢呢？这是因为到了70-80岁啊，你可能已经少了30%多的肌肉了，腿上没劲儿，腰上没力，走起路呢也是晃晃悠悠的啊，稍微那个绊一下，重心一偏，哎，人就倒了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很多人说，吃蛋白质，这个多锻炼，这话是没错，但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？蛋白质也喝了，每天也在散步，还打太极拳，可肌肉就是长不起来。半年下来呢，折腾半天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有的老人呢还挺纳闷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干体力活的，怎么现在就练不回来了呢？为什么？问题可能出在一个你想不到的地方，睾酮的量不足。睾酮大家一听，诶，这不是男性激素吗？对，它的作用啊，不光是跟男性功能相关，还有呢，睾酮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功能，参与肌肉蛋白质的合成，促进肌肉生长。没有足够的这个睾酮啊，你吃的再多的蛋白质也转化不成肌肉，反而会加大肝肾代谢的压力。国外那些练健美的人啊，为什么有人要补充那个睾酮？就是这个道理。睾酮啊是肌肉合成的油门，油门不够，使劲踩也跑不起来。这里要补充一点啊，女性体内也是有睾酮的，虽然只有男性的1/10，但同样参与肌肉维持。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啊，不管是男女，这个睾酮啊水平都会明显的下降。所以这个事儿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。当然啊，我可不是让大家到处乱买乱补，我是想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或者你家里老人
运动也在做，蛋白质也在吃，肌肉就是不长。去医院查一下性激素，看看睾酮是不是偏低了。如果确实偏低，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调理一下，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。这是防摔跤的第一件事，要把肌肉留住。而留住肌肉呢，不光是吃蛋白和锻炼，还要看睾酮这个油门够不够。说到这里啊，我也想问问你，你上次体检有没有查过激素水平？很多人年年体检，查血糖、查血脂，查的挺齐，但这个指标呢，从来没有查过。好，肌肉的问题解决了，走路稳了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，万一不小心还是摔了一下，你的骨头够不够结实呢？很多老人啊，摔一跤就骨折了。最常见的是那个胯和手腕骨折。胯部骨折意味着什么呢？叫卧床几个月啊，各种并发症就来了。原因很清楚，骨质疏松，骨量骨密度太低了。说到骨质疏松啊，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缺钙，要补钙。可我告诉你啊，补钙这事儿，大部分人没补对，有人补了半天，骨密度一点没上去。更冤的是呢，有的人还补出了肾结石、胆结石，这是为什么？刚叔呢，给你把这里边的门道说清楚。这钙呀，从嘴里吃进去啊，要到真正长到骨头上去，它要经过3道关。我跟你说说这3道关啊。第一关，钙要能被吸收进血液，钙吃进肚子里要靠维生素 D3 把它搬进血液里。维生素 D3 呢，就像钙的搬运工，没有它，钙就进不了血。那个维生素 D3 从哪儿来呢？晒太阳皮肤在紫外线下自己合成。可现在的人呢，尤其是年轻女性出门怕晒黑，打着伞，涂着防晒霜，太阳根本没晒着。还有老年人户外活动又少，10个有8个缺少维生素 D3。所以光补钙是没有用的，你得先把维生素 D3 补上，钙才能进得了门。第2关这钙要去对地方。钙进了血液，它该去哪儿呢？它该去骨头上去，对吧？但如果要是没有引导，它就在血液里乱跑，跑到哪里沉积在哪里，跑到血管壁上就是血管钙化，增加心脑血管风险；跑到肾脏里就是肾结石，跑到胆囊里就是胆结石，跑到前列腺就是前列腺钙化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补钙补出结石了。补钙没错，错在了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去。那谁来引导钙该去的地方呢？那就是维生素 K2 维生素 K2 呢，就像一个交通警察站在十字路口，把那个血液里的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头上去。如果是没有了维生素 K2 了，这钙可能就跑偏了。这第3关钙要留得住钙到了骨头上去，还需要这个镁帮助固定，真正变成一个骨骼的一部分。所以防止骨质疏松的真正组合是什么？记住这个配方：钙、镁、维生素 D3、
维生素 K2，这4个一起上，缺一个效果就打折扣了。这是一个在别处很难听到的知识点。如果你身边还正在有补钙的人，一定把这句话转给他。补钙要看配方，不是随便买1瓶就行。第3部分最容易忽略的问题，肠道吸收。好，现在你知道要长肌肉，要补对营养素，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从头到尾都没有意识到的。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素，身体真的能吸收吗？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事儿我有一个客户，调理方案做得非常完整，这个优质蛋白、钙、镁、维生素 D3、维生素 K2 还有益生菌全配齐了。3个月后呢，这个复查一点儿没有改善。我也纳闷方案没问题细问才知道他有一个老毛病，慢性腹泻，每天跑几次厕所，吃进去的东西还没等到吸收呢就排出去了。你看，根本问题不在吃什么，而是肠道的吸收消化功能。肠道是我们身体的营养入口，这个入口出了问题你后面做再多的功夫都是白搭。那什么会影响肠道吸收功能呢？最常见的2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慢性食物不耐受。很多人对某些食物有慢性不耐受，比如麸质，就是小麦里的蛋白质，还有呢乳制品、鸡蛋、大豆，但自己呢完全不知道，因为症状不明显就是偶尔腹胀、排气多、大便不成形、不痛不痒的，谁会在意呢？但问题是长年累月得吃这些不耐受的食物，这个肠道黏膜一直处于低度发炎的状态，肠壁受到损伤，吸收功能呢就慢慢下降。第2个就是肠道菌群失衡，长期饮食结构单一，或者滥用抗生素，或者长期压力大、睡眠不好，都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。有益菌少了，有害菌多了，消化吸收能力自然就下降。怎么解决呢？3件事。第一要去医院或者是专业的机构做一个食物不耐受的检测，搞清楚自己对什么食物慢性过敏，然后呢有针对性的做饮食调整，这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。第2呢，每天吃够膳食纤维。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这个粮食，能够促进益生菌生长。这个菊粉、燕麦、豆类绿叶蔬菜都是很好的来源。第3呢，适当的补充益生菌，帮助这个肠道恢复菌群平衡。不过要注意这个不同的菌株对应不同的功能，最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服用。记住一句话，没有好的吸收，你吃再多好东西也是白花钱。3个核心问题都讲完了。刚叔呢给你做一个系统的总结，防止摔跤和骨折，记住3条，我把它叫做防摔、防骨折的铁三角。第1条解决肌肉问题，防止摔倒，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。这个肉蛋豆制品每天都要有，
天然食物啊是第一选择，蛋白粉啊只是补充。坚持力量训练，不是光散步就够，要做抗阻运动，深蹲举哑铃、弹力带训练，这些才能真正的刺激肌肉生长。也不用去健身房，在家每天10分钟就有效。运动和蛋白都到位了，肌肉还是长不上去，那就要去医院查一些睾酮的水平。这第二条呢，解决骨密度的问题，防止骨折。记住这个配方：钙、镁、维生素 D3、维生素 K2， 四者同补，缺一不可。维生素 D3 的剂量要够，每日摄取量最好要达到5000到10000单位。具体呢用多少，建议结合血液检测结果来确定。50岁以上老人建议每年到2年做一次骨密度的检查，了解自己骨骼状态。这个第3条就是解决肠道的问题，保证营养吸收，查这个食物不耐受，排除这个肠道慢性炎症的根源，补充呢膳食纤维素还有益生菌，改善肠道的菌群环境。所以长期腹泻或者便秘是肠道吸收出问题的信号，别不当回事哦。防止这个摔跤和骨折它不是七老八十才要想做的事儿，要从40、50岁开始就开始重视了。今天讲的这个3个关键点肌肉问题要看睾酮，这骨密度呢，除了补钙和维生素 D3， 还需要有维生素 K2。所有的营养素呢，要以肠道吸收为前提。这是刚叔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，这在别处可能没人给你讲这么透。你想想，如果今天的内容能帮到一个老人避免摔那一跤，即使摔跤了也没骨折，这就值了。请转给你关心的人，不费什么事儿，但是呢能帮大忙。我是刚叔，关注我，科学管理健康没那么复杂。我们下期见。